1991年冬天，上海师范大学的苏志良教授在日本东京六本木的一个咖啡馆里听到了一句让他终身难忘的话。一位日本学者问他，当年日本军队在中国开的第一家慰安所就在上海，你们中国的学者为什么不去研究这个呢？这话像根针一样扎进苏志良心里。那时候他对慰安妇这段历史了解的还很少，但这个提问让他感到一种强烈的震撼和刺痛。那位学者拿出了200多种日军侵华时的史料给他看，苏志良坐不住了，他自掏腰包延长了在日本的时间，一头扎进了防卫厅档案库的那些落满灰尘的旧文件堆里，翻啊找啊。那不知过了多久，一张照片突然出现在眼前。那照片上的木屋门口站着穿和服的女人，正对着日本兵鞠躬。照片下面清楚地写着杨家宅慰安所，那地点就在现在上海的沈家宅。这张照片成了他漫长调查路的起点。1993年夏天，苏志良手里紧紧攥着那张从日本带回来的照片，在上海的大街小巷里穿行，逢人就打听。他跑到军工路一带，问了很多上了年纪的老人。一开始大家都不太愿意说，后来一位叫史留留的80岁老人指着虬江码头旁边一片荒地，声音都发抖了。那现在立了海的这块地方，就是那辰光的东洋档次啊。老人说，以前这里有10几幢木屋，每间小的只有10平方米左右，门口挂着杨家宅娱乐所的牌子，关在里面被迫害的都是我们中国的姑娘。这个情况通过电台直播节目播出去后，就像捅了马蜂窝一样，各种线索一下子涌了过来。番禺路中学的一位老师回忆说，他父亲家的老宅子当年就被日本人强行霸占做了慰安所。还有一位老人在临终前说出一个秘密，四川北路那边还有一家分所。就这么一点一滴的挖掘，苏志良和他的团队最终确认，整个上海竟然有182个这样的地方，是当时整个亚洲受害最密集的城市。可是真正去找到那些受害的老人，问出他们的经历，比想象中难太多了，简直是步步荆棘。在崇明岛，一位叫陆秀珍的老人一提到这事儿就捂着脸痛哭，不停地喊着太丑了，太丑了。武汉的袁竹林老人因为这段历史，在那些年特殊时期被扣上日本特务的帽子，在北大荒流放了整整17年，直到晚年还常常被噩梦惊醒。山西的万爱花老人更惨，他3次从魔窟里逃出来，被打断了肋骨，连胯骨都变形了，但他咬着牙说我不丑。丑的是那些日本鬼子。更让人难受的是，有时候调查员好不容易找到地方，受害者的儿子却挥着拳头把他们赶走。传统的观念让很多老人觉得这是天大的耻辱，宁愿把这个秘密带进棺材也不说。苏志良慢慢摸出点规律，有亲生子女的老人大多不愿意开口，反而是那些收养了孩子的老人顾虑稍微少一点。转机出现在他的妻子陈丽飞加入之后。1996年，陈丽飞放下了自己手头的研究工作，对苏志良说，女人问女人的事体总归比当底。他一头扎进了调查，在山西那些昏暗的窑洞里，他盘腿坐在土炕上，轻轻地给老人梳头发，慢慢地聊。奇迹就这么发生了，精神失常了60年的杨时珍老人竟然在他们离开时挣扎着起身相送。张武昭老人得了黄疸病，眼珠子黄得像蜡，没钱治。赵先兔老人17岁被糟蹋后，一双手到老都在不停地发抖。是陈丽飞的耐心和温柔，一点点融化了这些老人心里冰冻了几十年的记忆。3年后，夫妻俩一起成立了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在全国22个省布下了60多名调查员。他们有个铁规矩，孤证不立。比如万爱花老人讲，他当年是用侯大兔家的被单拧成绳子逃出来的，他们就真的跑去找到侯家后人，一点一点核实这个细节。就这样，
苏志良带着他的团队跟时间赛跑了整整34年，拼命想从死神手里把这段历史抢救出来。他们最终确认了358位中国受害老人的名字，记录在册，查明了遍布全国22个省的2100多处慰安所遗址。特别让人心痛的是海南岛，那里发现了168位受害老人，他们的遭遇彻底撕开了日军在南方犯下的滔天罪行。受害者涵盖汉黎、苗回等民族，其中黎族、苗族女性占比最高。他们大多是在村庄里被强掳或遭招工诱骗，被囚禁时年龄普遍不足18岁。除性暴力外，受害者被迫承担繁重劳役，比如搬运物资、清洁军营。陵水幸存者卓天妹回忆，1940年她被抓后每日遭受性侵，同时还要给日军洗衣做饭，逃跑未遂之后即遭毒打。所有的反抗者都面临极端的惩罚。临高县的抗日女战士林爱兰被俘后，右大腿胫骨被日军打断，终身残疾。保亭县陈金玉等幸存者身上留有刀刺、烟头烫伤的永久疤痕，等等之类，罄竹难书。2025年8月14日，抗战胜利80周年的前夕，凝聚了一生心血的日军慰安妇全史终于出版了。在新书发布会的现场，大屏幕上缓缓闪过最后几位还健在的老人沧桑的面容：95岁的海南卓天妹，山西李秀梅，湖南彭竹英。台下静悄悄的，没人说话。书的扉页里夹着一张刚发现的南京人民慰安所原版照片，一个穿着和服的女子倚在门边，木牌上的编号11像一道刺青，深深地烙在我们民族的记忆中，痛彻心扉。说到痛，2003年秋天在南京利济港发生的那一幕，苏志良永远忘不掉。当年被囚禁在这里的朝鲜受害者朴永新老人被带回到他当年被关押的19号房间，当看到榻榻米上那个熟悉的凹陷下去的痕印时，老人突然像疯了一样撕扯自己的衣服，不停地嘶声哭喊。他踢开搀扶他的人，发狂似的要往墙上撞。这惊心动魄的场景被完整地记录在后来出版的《追索》这本书里。现在这个只有10平方米的囚笼，还有当年上海东洋堂子拆下来的门窗残片，都一起静静地躺在博物馆里。旁边立着一尊铜像，一个少女低着头坐在那里，那历史仿佛就在这一刻凝固了。我们一直在跟时间赛跑啊！苏志良先生说这句话的时候，头发都已经花白了。记录在册的幸存者，从最初的358位到现在只剩下7位了，而国际上给这些老人的援助，每个月只有区区100块钱。在他30多年的调查岁月里，竟然一直不断的会有人去嘲讽那些愿意去日本控诉的老人是给国家丢脸。苏先生听不得这些话，会气到发疯。他把写书挣来的稿费全都投进了调查基金里。他说历史是什么样就该是什么样，把它原原本本弄清楚，是我们这些搞研究的人该做的事。走出博物馆，你会看到门口立着一尊中韩两国少女并肩站立的铜像，他们默默地望着前方的长街。在他们身后，那2100个慰安所的位置在地图上连成一片，像一张巨大的血色的网。这张网永远提醒着我们，也提醒着你们，真相不怕被篡改、被掩埋，总会被有志者原原本本地挖出来。